伊朗政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针对有不少外媒认为该协议将大大挤压美国在中东的生存空间，伊朗也试图用该协议摆脱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王毅表示，伊核问题当前局面是美国单方面退群毁约造成的，美方应取消对伊朗的非法制裁，取消对第三方的长臂管辖，全面无条件恢复履行全面协议。周日，王毅抵达阿联酋，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以及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会面。王毅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时表示，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双方签署的全面合作计划将为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整体规划，不仅将造福两国人民，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中伊贡献。鲁哈尼表示，伊各界都是中国唯一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两国全面合作计划的签署将进一步明确伊中未来合作的路线图。他还强调，将加快协议的落实。而伊外长扎里夫则将此协议称作具有历史意义的25年战略路线图。深圳卫视注意到，尽管中伊全面合作计划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但从外交部公布的信息来看，中伊双方将重点在经济、人文等领域展开合作，持续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并不断开辟两国合作新领域。这个促进了中伊两个国家之间在经济、在贸易、在投资领域方面的全面合作，已经不只是两个国家25年的这个经济、贸易、投资合作，还有这个能源合作，而实际上是对整个的中东战略格局、对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有重大影响的一个举措。但一些外媒却将中伊全面合作计划看作是伊朗突破美国制裁的努力。彭博社认为，中伊之间的友好关系对美国拜登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美国智库世纪基金会研究员埃斯凡纳迪向《华尔街日报》表示，协议的签署会让欧洲和美国更加紧张，因为看起来伊朗可能有办法摆脱经济上的束缚。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上周四，《金融时报》援引美国政府高官的话称，美方将继续对伊朗执行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此前表示，美国在德黑兰重新完成执行伊核协议前，不会取消对伊制裁措施。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上周日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伊朗重新履行伊核协议的前提必须是美国先解除对伊制裁。哈梅内伊强调，美国对伊朗食品和医疗用品的进口实施制裁，导致每天有数千人死亡，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对此，王毅在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时表示，美国前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开创了不遵守国际协议的恶劣先例，受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美方新政府应反思退出全面协议对地区和平和国际稳定造成的伤害，反思自己对相关国家造成的损失，尽快撤销对伊单边制裁，取消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长臂管辖措施。对于中伊全面合作计划，《纽约时报》、彭博社和《金融时报》等外媒引述多名专家和知情人士表示，此次协议内容与去年披露的一份长达18页的协议草案内容相似。《纽约时报》去年7月报道，中国和伊朗起草了一份全面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协议。根据草案内容，中国在未来25年将在伊朗数十个领域进行价值为4000亿美元的投资，包括银行、电信、港口、铁路、医疗保健和信息技术，并将获得伊朗的常规石油供应。协议草案还包括 5G 通讯网络基础设施、北斗全球定位系统等提议。深圳卫视梳理发现，英国广播公司去年援引消息报道称，该协议涉及的石油交易将绕开美元，通过人民币结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周六也报道称，通过这一协议，中国将获得伊朗稳定的石油供应，并补充说，两国还同意建立一家伊朗中国银行。此外，王毅在访问阿联酋和土耳其时也强调要加强推进本币交换。在接受阿联酋通讯社书面采访时，王毅就表示，将促进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更多使用本币结算，携手共建中阿“一带一路”国际交易所。美国在制裁这个伊朗，伊朗呢还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使用的美元进行国际贸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摆脱这样的话，那促进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促进这个人民币与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还有土耳其和伊朗
以人民币的本币交换就是兑换，这就显得是顺理成章。3月24号至30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应邀访问沙特、土耳其、伊朗、阿联酋、巴林、阿曼6个中东国家。这也是今年以来继走访非洲5国、东南亚4国之后，王毅对中东地区的一次集中访问。好的，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那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当地时间周6在德黑兰同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会谈，会谈后双方共同签署中伊全面合作计划。那您如何来解读中伊2国的外交新动态呢？国际舆论对此事高度关注。《纽约时报》的标题是“中国与伊朗达成4000亿美元的交易，可能会加深在中东的影响力”。彭博社的标题则有些起哄的意味。中国与伊朗签署为期25年的对美挑战协议。半岛电视台则相对中立一些，将这条消息放在了国际贸易板块。这几家外媒的标题组合在一起，正好揭示了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各有侧重，大概会是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中国将在中东扮演什么角色？其次，美国如何解读这份协议？再者，饱受西方制裁的伊朗是否迎来转机了呢？答案其实就在王毅与扎里夫的会谈细节里。中国与伊朗都是美国动用国内法进行所谓长臂管辖制裁的对象。王毅与扎里夫共同发出了反对美国非法制裁、反对长臂管辖的声音。3月24号，王毅在利雅得接受阿拉比亚电视台专访时他就提出了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5点倡议。这充分体现中国在中东一直是一个劝和促谈、反对外部势力干预的积极力量。2018年5月8号，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在随后的时间里持续被制裁的伊朗，国内经济萧条，民生问题突出，社会矛盾激化。伊朗的外部环境同样恶劣，美军一度兴师扣关，国内国外2个大局都不乐观。伊朗实际上处于一种应激状态。此番王毅到访，中伊全面合作计划签署，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伊朗的燃眉局势。此外，这份协议的签署对陷入僵局的伊核协议同样也有促进作用。美国政权实现更替后拜登并未就老搭档奥巴马当年一手促成的这个伊核协议展现出足够的大的这个积极性。那么时过境迁我个人认为，拜登政府目前正在思考该向伊朗方面提出怎样的要价，换取美国的重新履约与制裁松绑。但随着中伊全面合作计划的签署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递减。潜台词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拜登政府，你还想盘算到何时？那么这一份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计划协议，将为中国与伊朗带来哪些切实的利益呢？目前外交部方面暂时没有公布关于这则协议的具体细节，但根据 CGTN 的报道，这份为期25年的协议将包含政治、战略和经济合作。用王毅的话讲，就是挖掘2国在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潜力规划长远合作前景。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份协议涉及伊朗向中国提供石油供应时采取人民币结算，而中国将在未来的25年里投资伊朗的电信业务、基础设施等数十个领域。那么在我看来这是一举多得的双赢协议。它一方面缓解了伊朗因被制裁导致能源贸易陷入停滞，进一步发生金融系统次生灾害的严峻局面；另一方面，随着伊朗出口石油使用人民币结算，伊朗能够使用这些人民币向中国大量采购工业产品、民用消费品，用于改善国内的民生。经济最怕流动性出现问题，而现在伊朗迎来了盘活局面的机会。对中国而言，这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但我认为更为关键的一点是，伊朗会是中国未来解决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支点。从地缘分布上看，东南亚及南美的石油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极度依赖安全的国际航运条件。伊朗却与中国同属一个陆缘关系，中间只隔着一个巴基斯坦。从政治格局上看中东有许多产油国虽然是中国的老伙伴，却大多也驻有美国军事力量。这些国家在关键时刻的立场是相对不可控的。相比之下，伊朗的地位也就凸显了出来。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这份协议是覆盖未来25年的一份长期性协定，它展现出的不仅仅是多少钱、多少能源的力度，更是一个长期而坚定的决心。
是中国经营中东友好国家关系的长策。好的，非常感谢吴威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